红薯苗我就收下了。寒烟妹子，谢谢你啊！我以前……看到崔月娥一脸懊恼的模样，夏寒烟赶紧说：“嫂子，那些事都过去了，咱们就不提了。走，我帮你把红薯种上。”到后院，夏寒烟才看到后院还有5个小孩，刘大娘正在帮忙看着这些孩子。看到夏寒烟，她热情地打了招呼：“嫂子，这都是你的孩子吗？”“是啊，这都是嫂子的孩子，还不快叫人！”“小婶好。”这时，一个4、5岁左右的小女娃走到夏寒烟面前：“姐姐，你真漂亮，我能叫你姐姐吗？”听到小女孩的话，崔月娥无奈地笑着说：“这孩子，当然可以啦，你想叫什么都可以。”逗了一会儿孩子，夏寒烟便帮着崔月娥把红薯种在了后院的菜地里。夏寒烟回到家，就见院子里4郎正和小白玩得欢。夏寒烟弯腰摸了摸小白，就进屋了。他直接去了曹春香的屋子。夏寒烟打了声招呼：“婶子，冷叔。”“小燕来了。”冷大叔打了声招呼，便又低头鼓捣起了手里的木头。夏寒烟看着床上的香皂盒，这才想起来香皂差不多该脱模了。看到冷言，夏寒烟在脑海里和暖宝说：“暖宝，对冷言开启扫描。”“好的，宿主。”“婶子，我来是问问4郎怎么说，他想去读书吗？”“我问他了，他说他不想去读书，他说他想学武。”“学武？”“他说他不是读书的料。”“好，一会儿我再去和他谈谈，您忙吧，我就出去了。”出去后，暖宝的声音便在脑海里响了起来。扫描完成。宿主，冷言是脊髓受压，导致神经功能受损，又医治不及时，这才致使下半身瘫痪。还能恢复吗？因为他的脊髓神经只是受损，并不是坏死，所以多给他喝灵泉水，倒是能修复他受损的神经。后期的康复训练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如果能坚持下来，是可以恢复的。能恢复就行。他相信，如果还有机会可以站起来，冷叔不管什么困难都能克服，何况只是康复训练。看到院子里还在和小白玩的4郎，夏寒烟走过去，看着4郎问：“4郎，你不想读书吗？”“媳妇儿，我不想去读书，我不喜欢读书，我想学武功，将来当个大将军，保家卫国，保护你。”“可是4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要当大将军，不只有武功高就行，你还要会排兵，会布阵，最主要的是你要看得懂兵书。武功好只能当一个莽夫，学问高注定会走进庙堂，只做一个文官。你要想当将军，首先要学会认字。这样吧，你先去私塾学认字，等我给你找好了武学师傅，你就一边学认字一边学武，你看可行？”媳妇儿说得对，他不想当一个文官，更不想当个空有蛮力的莽夫。“好，我去私塾读书，媳妇儿，你可别忘了给我找师傅。”“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会留意的。”说服了冷4郎，夏寒烟便又去了曹春香的屋子。“婶子，4郎已经同意去私塾读书了，您看去私塾都要准备些什么？我也不懂。”“咱们隔壁村就有一家私塾，是高秀才开的。私塾不比书院，束修也相对便宜一些，半年才1两银子。当初2郎就是在高秀才那里启蒙的。”“那高秀才那里的学生多吗？”“挺多的，这也有好几年没有去过了。不过高秀才人好，10里8乡去不起书院的，都愿意把孩子送到他那儿去。可如果他那里的学生太多，难免会顾不过来。”“婶子，咱们村里这么多人，就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吗？”“当然有了，我们村虽然不算大吧，但是识字的还是有的，就是他们也都是半吊子，识的不多。”看来外人是指望不上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他自己教吧。他前世怎么着也是个大学毕业的大学生，他一个瞎子怎么会觉得刺眼？难道……冷2郎忍着内心的激动，他怕是自己感受错了，到时候又让大家失望。他再次尝试睁开双眼，努力适应了一下后，他看到了微弱的亮光，还有面前一道模糊的身影。那是嫣嫣吗？他激动的一下就站了起来。“嫣嫣，你今天穿的是嫣红色的衣裙吗？”他生怕自己看错了。“二哥，你是不是能看到了？”“我不知道，我只觉刚睁开眼睛的时候有些刺眼，而现在朦朦胧胧的，看得不真切，好像看到了一个嫣红色的身影，可却怎么都看不清楚。”“二哥，你能看到我吗？你能看到我在做什么吗？你看得见吗？”“我还是很模糊，看得不清楚。你明明就站在我面前，可我却看到你离我很远。”“太好
好了，二哥，你眼睛已经在慢慢恢复了，你现在刚能看到东西，肯定很模糊，你不要着急去看东西，否则用眼过度反倒不利于恢复。他前世怎么着也是个大学毕业的大学生，只是教认字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婶子，先不送四郎去私塾了，钱倒是无所谓，主要是太远了，浪费时间。四郎又不走科举，正好我明天去县城，我去给四郎买些笔墨纸砚还有书本，回来我教四郎认字。你教？小燕，你识字？好了，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，我明日就去给四郎买书。夏寒烟便去了他放肥皂的地方，打开盖子，倒过来一扣，已经成型的香皂便倒了出来，然后放在干净的托盘里，开始自然风干定型，大概5、6天就可以了。夏寒烟又和四郎说了要教他读书的事，没想到四郎听后十分开心。二哥，你眼睛一直这样闭着吗？反正也看不见，也就没怎么睁开过。二哥，你能把眼睛睁开一下吗？我想看看二哥睁着眼睛时是什么样子的。可能是久不睁眼的缘故，冷二郎竟然觉得有些刺眼。他一个瞎子，怎么会觉得刺眼？好，二哥知道，二哥知道。冷二郎说完，赶紧就把眼睛闭上了。他要听话，听嫣嫣的话。他能看见了，能看见了。这一天他足足等了7年。二哥，你快坐下，我把布条给你重新绑好。你现在刚刚恢复，还不能见太强烈的光，要慢慢适应以后才行。好，听嫣嫣的，都听嫣嫣的。媳妇儿，二哥，你们怎么还不出来吃饭呀？马上就来。走，二哥，我们出去吃饭吧。夏寒烟扶着冷二郎。好，去吃饭。说完，3人就走出了房间。坐下后，夏寒烟给冷二郎拿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包子，放在碗里。二哥，我今天蒸了肉包子，你尝尝好不好吃？嫣嫣做的肯定好吃。二哥，我咋感觉你今天这么高兴呢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的眼睛能看到了，虽然还不是很清楚，不过已经能看到一些模糊的画面了。众人闻言都是一惊。啊，二郎，你说啥？娘没听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娘，我的眼睛已经能看到一些东西了。嫣嫣说我的眼睛正在慢慢恢复，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能看到了。我的二郎终于好了。屋子里的冷言听到媳妇儿又是哭又是笑的，肯定是发生什么事儿了。春香，你咋了？发生啥事儿了？曹春香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，赶紧跑回房间，趴在冷言的身上就哭了起来。这可把一直疼媳妇的冷言吓坏了，眼下更是放声大哭。这到底是发生啥事儿了？可急死他了。好了，春香这是咋了？你倒是说呀，都快急死我了。老头子，咱家二郎能看到东西了，你说我能不激动吗？咱们等这一天，一等就是7年，我以为这辈子都等不到这一天呢。说完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听到曹春香的话，冷言也十分激动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二郎呢？快让他过来，我看看。外面冷二郎听到爹在叫他，他赶紧进了屋子。很快屋里便又传出了哭泣的声音。看到夏寒烟盯着桌上的包子，媳妇儿肯定饿了吧？于是冷大郎赶紧说：嫣嫣，我们快吃饭吧，一会儿饭菜都凉了，我都饿了。大哥，那我们快吃饭吧，我也有些饿了。那吃吧，不等他们了。啊呜，肉包子好香啊！等3人都快吃完了，屋里的3个人总算是平复了心情，出来吃饭了。因着高兴，平时吃很少的冷二郎竟然破天荒的吃了3个大包子。小燕啊，二郎这么吃，真的没事吗？看到冷二郎还要伸手拿第4个包子，二哥，你今天已经吃了3个包子，不能再吃了。你之前吃的太少，一下子吃这么多的话，胃会受不了的。二哥可以慢慢的增加食量，但不能一下子吃这么多。你眼睛才刚好，可不能把身体再吃坏了。好，都听嫣嫣的，二哥不吃了。冷二郎有些懊恼，是他太心急了。他知道自己现在有多瘦，肯定像个骷髅架子一样。他想多吃点饭，这样就能尽快恢复到正常体重。等眼睛好了，他就可以回书院读书了。他要好好的，将来还要考取功名，让家里人生活得更好。夏寒烟扶着冷二郎在院子里走了大概2刻钟，这才把他扶回屋里。想到冷叔的检查结果，夏寒烟看着曹春香说：婶子，您没事的时候给冷叔按摩双腿，这样能够有效缓解腿部肌肉萎缩，对冷叔有好处。行，
婶子知道了。夏寒烟说完就进了屋。冷言还在打磨手里的香皂盒，就见媳妇回来了，一上床二话不说就扒他的裤子。冷言看着外面天还没黑，媳妇这是咋了？他这几日不知怎么回事，下面突然就有了反应，这说明他的病有了起色，所以他刚一发现就和媳妇说了。可眼下天都没黑，媳妇就扒他的裤子，这不是白日那啥吗？不行不行，孩子们都在呢，这要是被孩子们看到了，那不得丢脸死。媳妇儿，你干啥呀？你这天还没黑呢，你。听到相公的话，曹春香就知道他这是误会了。他就是听了小烟的话，想给他按摩按摩腿，觉得穿着裤子不得劲，这才把裤子给他脱了。这老头子想哪儿去了？看到老头子害羞的样子，曹春香忽然就想逗逗他。这天不是马上就要黑了吗？有啥不行的？可是孩子们都在呢。这个时间，他们什么时候来过你的房间？冷言不说话了。看到老头子的样子，曹春香扑哧一下笑出声。行了，不逗你了。小燕说没事的时候让我给你按摩按摩腿部肌肉，说这样对你身体好。我这不是觉得穿着裤子碍事儿吗？这才给你脱了。你这老头子还想歪了。媳妇啥时候这么调皮了？他都做好准备了，眼下媳妇却说逗他玩呢。不过看到媳妇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，冷言也跟着笑了起来。第二天，夏寒烟刚起来，厨房里就传出了饭菜的香味儿。走出来一看，就见曹春香已经做好了早饭。婶子怎么起来的这么早？今天醒得早，也睡不着，就早早起来了。饭我都做好了，叫他们都起来吃饭吧。好。众人洗漱后围坐在桌前。婶子，一会儿我要去县城一趟，婶子有什么要带的东西吗？婶子没啥要买的，你路上要注意安全，让大郎三郎他们陪你一起去。好。好的，娘，我陪媳妇儿一起去。冷大郎没说话，不过却加快了吃饭的速度。吃过早饭后，夏寒烟刚要收拾，就被曹春香拦住了。时辰不早了，你们赶紧去，早去早回。这些一会儿我来收拾就行。好，婶子，那我们就走了。夏寒烟把准备好的20瓶药放进背篓里，又把一些炮制好的草药装进去，三人便坐着牛车去了县城。好巧不巧的狗蛋娘也在牛车上。此时他身边有一个男人，应该是他的相公。看到夏寒烟手里的背篓，狗蛋娘眼珠子咕噜噜地转了起来。真是巧了，没想到他们今天也去县城，这背篓里也不知道装的是什么。一行人晃晃悠悠地到了县城，背篓直接去了药铺，狗蛋娘就远远地跟着三人。赵老大拽了拽身旁的狗蛋娘，媳妇儿，我们不是要去买肉吗？不是这个方向，肉铺在那边。哎呀，那个不着急，你别出声。看到三人走远了，赶紧追上去想一探究竟。赵老大疑惑地看着自家媳妇儿，不是他吵着要吃肉吗？这怎么又不着急了？不过他也没多想，赶紧去追媳妇儿了。狗蛋娘跟着三人直接来到了医馆，夏寒烟一来，小药童赶紧迎上来。师祖可是一早上就让他在这里等夏娘子了。夏娘子，您可算是来了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去告诉师祖。说完就跑进了后院。不一会儿，一道洪亮的笑声就从后边传了过来。夏丫头，你可算是来了，老头子我可等你很久了。让吴老久等了。走，丫头，我们去后院。吴老把两人带到了后院，在外面偷听的狗蛋娘还没等听清他们说的啥呢，就见三人进了里边。狗蛋娘也赶紧跑进去，想跟着去看看。小药童见状赶紧拦住他，不高兴地说：你这娘子好生无礼，怎么横冲直撞的？这是你能乱闯的地方吗？狗蛋娘刚要发火，就被身后的赵老大拉住了。小兄弟勿怪啊，我娘子不懂事，她第一次来医馆，不知道这地方不能乱进，对不住啊。赵老大陪着笑脸把狗蛋娘拉了出去。狗蛋娘不高兴地说：你干啥拉我出来？你当这是咱家吗？你说进就进，说闯就闯。赵老大有些生气地说：那凭啥夏寒烟就能进去，我就不能？什么夏寒烟？我刚刚正好看到夏寒烟就是冷大郎的媳妇儿，她就进去了，所以我才想进来看看她来医馆做什么。还有我跟你说，我怀疑冷家突然有钱了，肯定和夏寒烟有关系。我就是好奇他是怎么赚钱的，所以才跟着过来看看。要是咱们也能学会，那咱家狗蛋儿还愁没钱娶媳妇吗？那你也不能硬闯啊，这里是医馆，不是我们能随便撒野的地方。我们就在门口等着，他们总会出来的。那好吧。后院，夏寒烟拿出瓷瓶，一共20瓶，10瓶血凝露，10瓶固元丹。看到熟悉的瓷瓶，吴老笑得见牙不见眼。这丫头的药他拿来研究了好几天，可里面有一样东西他始终研究不出来是什么，还白白浪费了1瓶药，可把他心疼坏了。丫头，你这药效是真好，
小伤甚至都能够直接痊愈。老夫活了一辈子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神奇的药。吴老用的好就成，这药的来源还望吴老替晚辈保密。放心吧，没有你的允许，我谁也没说。这2天可有不少人来打听这药，我这里肯定不会说出去，你自己也要多注意。好，多谢吴老提醒，我会注意的。好，那就好。这是这次的药钱，你收好。吴老递过来一个托盘，上面赫然躺着20个银锭子，正好200两。吴老，我还有些其他药材，不知道你收不收？走吧，去前面给你过秤。你的药我肯定收。多谢吴老。夏寒烟将200两用布包好，放在了冷大郎的背篓里。3人跟着吴老来到前台过秤，看到人出来了，狗蛋娘赶紧凑近医馆，看看3人在做什么。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拿过背篓让小童过秤，那背篓狗蛋娘认识，正是夏寒烟来的时候带来的。看到从里边拿出来的东西，这东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丫头，5样草药，一共是5两4钱，你看看。不用了，吴老，我相信你。丫头果然是爽快人。吴老拿了5两4钱银子递了过去，看到医馆的人给夏寒烟这么多银子，狗蛋娘看的眼睛都直了。她虽然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，可那白花花的银子她看得清楚，绝对有5两多。难道她上次看到他挖的那些草其实不是草，是药材？刚刚那老头从夏寒烟背篓里拿出来的，不就是他在山里挖的草吗？哎呀，他可真笨，怎么到现在才想明白，这夏寒烟肯定就是靠着在山里挖药才挣。吴老，可否麻烦您给我大哥看看腿？当然可以。冷大郎听到夏寒烟的话一愣，怎么又要给他看腿？想了想说：妍妍，算了，我这腿已经这样了，当初大夫都说没救了，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没啥看的必要了。大哥，你听我的，让吴老给你看看，当初的大夫也只是赤脚大夫，吴老医术高明，说不定还有希望。这时冷三郎也劝说：大哥，来都来了，你就让吴老给看看吧。那好吧。吴老先是给冷大郎把了脉，然后又把他的裤脚拉上去，检查了一下脚腕当初受伤的地方。看完后，吴老站起身，看着夏寒烟说：这腿怕是不好治了，主要是时间太久，当初又没有好好医治，现在断骨已经成型，没办法了。吴老，若是将成型的骨头再次敲断，然后重新接骨，可能恢复如初。吴老听后诧异地看向夏寒烟，这丫头的想法怎会如此大胆？可是这撬断再重新接骨的办法，吴老开始认真思考它的可行性。夏寒烟见状也没有出声打扰，吴老显然是在思考。他虽说知道办法，可他毕竟不是骨科医生，所以动手接骨的活还得依靠这位老爷子。大概过了半炷香的时间，就见吴老激动地笑了起来。哈哈，妙啊妙啊，丫头，虽说你的方法大胆了些，可却有一半能恢复如初的希望，倒是可以一试。只是不知道这位小兄弟能不能再次承受断骨之痛。这条腿啊已经这样了，也不怕更糟，不过是断骨之痛，我能接受。最主要的是他相信嫣嫣，以他对嫣嫣的了解，没有把握的事他是不会说出来的。好好，那夏丫头，你看什么时候开始医治？这要是成功了，可是医学上的一大进步，这丫头绝对不简单，认识草药，会制药，医学上也颇有想法。丫头，你可是会医术？学过一阵儿，不过骨科不是我的强项，否则也不会让吴老动手了。也对，以这丫头的胆量，她要是能治，只怕早就动手了，何须借他人之手？吴老，你看明天可行？我还要给大哥准备一些东西，明日一早我们便来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会让人收拾出一间干净的房间。丫头，老夫有个不情之请，还望丫头能够应允。吴老请说。接骨后，可否让这位小兄弟暂时住在这里，也好让老夫随时观察他的恢复情况。不过你放心，这段时间的吃住问题，老夫分文不取。吴老说完，有些紧张地看着夏寒烟。夏寒烟笑了笑，也能理解这老爷子。术后的治疗过程远比接骨要重要得多。他想让大哥留下观察情况也属正常。大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愿意留下来？我都听嫣嫣的。看到冷大郎眼里满满的信任，夏寒烟笑着：大哥别怕，我不会让你痛的。接骨后我也会经常来看大哥的。好。夏寒烟被冷大郎眼里的柔情烫了一下。大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？他怎么一直都没发现？他不会是喜欢上自己了吧？夏寒烟被冷大郎温柔的眼神看得不自在，赶紧别开了视线。看到夏寒烟躲闪的眼神，冷大郎眼里划过一抹失落。嫣嫣还是不喜欢他吗？
是不是他平时对他太冷了？那他以后对嫣嫣热情些，主动些，再温柔些。吴老，那今日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老夫就不送你们了，我马上去准备房间。告辞了。三人说完，转身拿起背篓就走了。见三人要出来了，狗大娘和赵老大两人赶紧躲好。司主，上次跟踪你的人又来了。狗大娘？是的。他跟着我们做什么？当然是惦记你挣钱的法子呀。夏寒烟摇头嗤笑，丝毫不慌。他挣钱的法子可不简单，手把手教他都不一定学会，何况是偷学。见人走了，狗大娘自认为已经知道了夏寒烟的挣钱方法，便也不再跟着他。三人先去了猪肉摊，买了5斤猪板油、3斤五花肉、2根大棒骨，这个留着给大哥熬汤喝，对他的腿恢复有好处。付完钱刚要走，就看到旁边的木桶里有半桶的猪血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于是便开口说道：老板，你这猪血怎么卖？还不等老板说话，冷三郎便抢先说：妍妍，你买猪血干啥？那东西可不好吃。夏寒烟想到东北的杀猪菜、酸菜炖血肠，就有些嘴馋，家里正好还有些酸菜，再过一阵子这酸菜可就没有了，再想吃就要等到冬天了。想到血肠的味道，夏寒烟没有回答冷三郎，而是看着老板问：老板，你这儿除了有猪血，可还有猪肠子？